主持人其实已经把它点透了，你用了词一个蒙骗，这就是蒙骗了。那我下面给大家提供一些关于这个8个所谓的民主党派，它的真实的背景资讯。那么这样的话，大家就会知道，这8个民主党派在大陆它是属于独立政党啊，还是共产党种的盆花？1980年代的时候，我曾经看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属的一个叫做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它的预算。那么这个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下属的这个中共中央所属的各个部门的这个总务，其中就包括财务拨款。那么他所管辖的范围包括中共中央的统战部、宣传部、组织部这些部门。我看预算时注意到很有趣的现象，这个预算当中啊列出了8个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中共大陆的民主党派，包括国民党中革命委员会，都列在这个8个民主党派之一。我看到这个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预算，就是中共中央的总体预算里头，包括这8个民主党派的经费来源。那么这8个民主党派在这个中共中央的预算里头，明确的列出来，他们的全部经费是经过中共中央统战部拨给他们的。这就像中共当年早期靠苏俄拨款提供经费在中国大陆从事颠覆活动一样。那么毛泽东以前骂苏共啊是老子党，那把中共呢说苏共把中共当儿子党来对待。那确实啊，如果一个老子养着一个成年的儿子，那儿子如果这个成年了还得靠老子养着，不然就没饭吃，那么这个老子对儿子当然会有点指手画脚。那如果这样的儿子要反抗老子，这老子要是断了他的钱，儿子也就不敢反抗。那这个比喻啊，就是中共和那8个民主党派的真实关系。那毛泽东还有一句话叫做红花要靠绿叶扶，意思是说共产党这个所谓的红花旁边有一些绿叶来衬托一下，看起来比较像样一点。那么这8个所谓的民主党派呢，其实就是共产党花钱养起来的绿叶。那么他们敢向共产党张口说要真正的民主吗？要平起平坐可能吗？那不就是和靠老子养的儿子要造反一样，造老子的反一样啊？可能吗？那这儿子还活得下去吗？所以啊，这8个所谓的民主党派都是假货，他们是道道地地的花瓶党。另外，这8个所谓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当中，都有中共秘密党员。那中共让他们长期的保持党外身份，实际上是带中共操盘这些所谓的民主党派。那么，我在这里再补充一点，可能台湾很多观众们听了以后会匪夷所思，中共用同样的手法也操控着在中国公开活动的宗教团体，所谓的中共讲的合法宗教团体。那么这些宗教团体的经费来源和上面讲的8个民主党派是一样的，都归中共中央统战部拨款。那我看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属的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它的预算当中，中央统战部名下就列出了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天主教的精灵神学会、南京神学院，还有佛教的精灵氪金会，这些都是中共承认的所谓合法宗教团体。这些宗教团体在大陆同样是中共豢养的。那么中共养这8个所谓的民主党派，无非就是为了掩盖它的专制本质，也是为了统战一些原来不愿意加入共产党的高级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文化界人士。中共有个词叫做统战无死角，就是在共产党统治之下，他不会放过任何人，对少数有名望的人加以笼络，对多数民众用政治高压，极少数有反心的人就打压关押。那么联合报6月25号有一个报道说，中共的统战部长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就是刚才主持人开这个问问题的时候问我的，在这个白皮书的发布会上说，
只有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8个民主党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所以在中国没有反对党，也没有在野党。这句话呢不算假，大家听我讲的这个8个所谓民主党派的供养来源就会懂，为什么这8个所谓的民主党派永远是中共的所谓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想到了，你家里要是养条狗的话，它当然天天对主人咬尾巴了。那这个中共这个统战部的副部长说，在中国没有反对党，那是当然的。你这8个所谓的民主党派怎么可能成为反对党呢？你家里养条狗，如果天天见到主人就咬，那主人不会揍它吗？那它还有骨头吃吗？所以这个副部长还说，中国没有在野党，这也是当然的。这8个所谓的民主党派本来就是共产党养的家狗，他们怎么会去当野狗啊？所以如果民间有人想出党，那么他现在都在监狱里头。当然，因此，在中国是没有真正的在野党的。是。